姐姐，这里就是秦公子带着闵姑娘最后出现的地方。屋里主人是谁？一个乞丐，说是好赌，此时8成是在赌场。我们已经派人去寻了。走，是。求闵姑娘。锦爷，没想到劈柴处这么快就找到我，带我去见姐姐吧。请。来，求闵姑娘这边请。耶，秋妍姑娘，求闵姑娘找到了。宁儿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走，跟我回去。梁大人，我有些话想私底下跟姐姐说。明儿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去再说啊。不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所以，你让秦轩以为我已经死了，你孤苦无依，只能投奔他。是，你就不怕有朝一日，邱家平反在众人面前，你的谎言不攻自破吗？那又如何？反正我已经是秦表哥的人了。他向来怜香惜玉，我料定他不会不给我一个名分。姐姐心高气傲，自诩和闺阁女子不同，可如今也会为了个男人对亲妹妹大打出手。这一巴掌，我不是因为秦轩打你，我是因为梁大人打你。你知不知道这外面有多少人在搜捕我们？你从广济院逃出来，你可曾想过这一路有多危险？你想找死我不拦着，可你有想过那些帮我们逃出教坊司的人，梁毅、宋锦，那些乞丐船夫，还有广济院管事儿的，他们背负了多大的罪名？你要是被抓住了，对他们，对邱家所有人都是灭顶之灾。你为了一个男人，就要拉这么多条人命做垫背？姐姐总是有道理。一耳光够吗？要是不够的话，可以再打。若姐姐解气了，我请姐姐再帮我一个忙。我跟秦表哥说，船难之后就只有我被冲上岸，对你们活下来一事一无所知。所以我请姐姐再帮我一个忙，帮我在秦表哥面前圆了这个谎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伯母姨娘那边，你也要多加提点，这样我便没有欺瞒表哥。我若是不答应呢？若姐姐不答应，我就把邱家藏身于广济院之事公之于众。姐姐不稀罕为男人争风吃醋，我不一样，我为了齐轩，什么人命安危我都不在乎。反正我过不好，谁都别想好。你疯了，明儿，你原来是最顾全大局的。可那时候姐姐不总也是对我怒其不争吗？是姐姐说的，要各凭本事。我能骗住秦表哥也是我的本事。姐姐，我是不是很听你的话啊？明儿，阔别一日，真当刮目相看。姐姐能主动撩拨表哥，玩够了又甩一边，我为什么不能也略用手段呢？邱家沦落到这个境地，以前那个干净体面、乖巧听话、只会被你欺负的邱明早就死了。在教坊司，你忙着争头牌，忙着跟梁大人卿卿我我的时候，早就死了。短短数月，疼我的人散的散，死的死。我要是还是以前那样，以后死在广济院都没有人在乎。我怎么不在乎？
你不明不白留下封信，我只怕你要轻生。你知道我有多害怕、多着急吗？姐姐，方才你过来抱我，我要是没有记错，这是你第1次抱我。母亲去世后，我求你抱我；教坊司打雷的时候，我也求过你抱我，你都没有。不能永远都依赖别人，终究你还是要靠你自己。没有人能保你一辈子。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，现在我不需要了。我的话已经说完了，我会让梁大人送我回秦轩身边。广七院那个破地方，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去。秦轩，你我既是酒友，今晚你敢不敢跟我一醉方休？表哥，你醒了，我买了些早点给你。敏儿，昨晚我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昨日表哥喝多了，拉着我，一直喊着姐姐，我挣脱不开。秦轩，你不是人！表哥不要，表哥不要！秦轩，趁人之危。表哥是伤心了才会这么做，明儿知道，明儿明白，明儿没有要责怪表哥。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如今明儿孤零零一个人，我就只有表哥了。若是姐姐在天有灵，她一定会让你照顾我的。官爷，您这劳烦通报，总章衙门原主事特来给魏远侯贺喜。夫人，小人江云
奉主事之命，特来向夫人和梁大人贺喜。我们家有什么喜事？哎，当然是梁大人的纳妾之喜啊！纳妾？哟，怎么您还不知道呢？梁毅从来不近女色，婚嫁大事也是一拖再拖，怕你们是搞错了吧？绝对不可能。昨天晚上，我们大人见一戏班歌妓形迹可疑，上前盘问间，梁大人突然出现，并且当着众人的面宣称这位歌妓是他新纳的姨娘。哎呀，我们大人回府之后啊，怕梁大人心有芥蒂，这不嘛，一大早就命下官携礼前来，既是赔罪，也是贺喜。城门开了，赶紧换上男装，我送你出城。爷，秋元姑娘走不了了。江云带着总账衙门的人敲锣打鼓来给爷送纳妾的贺礼，他这个闹法，现在怕是半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了。元朗这是有意的，他想把秋燕留在城里，故意将此事做实了。母亲，早上好，这么着急去哪儿？上批下处找你啊！总账衙门来了好多人，为你纳妾贺喜，弄得半条街的百姓都来看热闹。我说定是他们搞错了。妾身苏一婉，拜见夫人。你真拿我老糊涂了？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告诉我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仓促之间还没来得及告诉母亲。什么时候纳的？前天。到底什么时候？昨天。宋杰啊，你说。前。昨日发生太多事情了，一天好像过得像3天一样。他们的确是忘记了，我和婉儿的事情啊，就是昨天。对上了。那跟总账衙门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上街采买被一个老妪讹诈。他先是被一个老妪讹诈，再被衙役欺负。母亲，婉儿戏班出身，大字不识，说话口无遮拦，母亲莫怪。戏班出身。你姐上朝，你们的事，我问她。母亲，大人去上朝吧，我不要紧的。婉儿，在老夫人面前回话要讲规矩，别乱说话。是。宋姐，哎，跟我走。梁大人，慢走。恭喜梁大人，听闻昨日纳了一房浇花似的美妾。我的家事，何大人竟然一清二楚。哎，要不这原主事说起啊，我们都还不知道呢。是啊，平时看大人，一板一眼，铁面阎王似的，原来跟我们一样，也有七情六欲嘛。所以我说梁大人，以后梁府再有什么喜事啊，不必再藏着掖着了。你说大家同朝为官多年了，有什么喜事啊，说出来，大家一起乐呵。就是。时辰已到，诸臣早朝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
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我看夫人也格外眼熟，好像上辈子就认识似的。你既是个戏子，应该跟叶儿在戏班里认识。你们择日才订的婚，应该认识不久吧？回夫人的话，我跟大人很早就认识了，并非露水之交。坐吧。整个早朝，就听那些老家伙为了运河上的桥取什么名字，争来争去，无聊透顶。最近，京城有什么新鲜事儿吗？你们俩，给朕讲点好玩的事儿，提提神。近日，李卫接替已故的直隶总督唐直上任，在整理唐直家遗物时，发现唐直家空无一物。梁毅，你说的这些跟那些老家伙有什么差别？朕要听的是好玩的事儿。别的，没了。昨日，梁大人府上倒是有件大喜事，皇上您还不知道吧？哦，说来是名老妇声称被一个戏班女子撞倒，受伤不起。京兆府衙役替老妇讨说法，谁知正碰见梁大人与那女子春宵一刻。原来那女子竟是梁大人不声不响纳的妾室。偏那衙役有眼无珠，不认得梁大人，梁大人气得当场就拔出剑来，声称谁要是动他妾室一分，就要杀谁的头。梁毅，看不出来你本事很大。回圣上，臣一时糊涂，才会做下孟浪行径，臣就把他送回。送回去，人家怎么办？谢圣上。你从6年前在朝廷当差，事事稳重，朕都快忘了，你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。冲冠一怒为红颜。梁大人至情至性，是一段值得传颂的佳话。从前也没听说你喜欢哪家的女子，贵妃才会为你牵线。后来查抄邱家，你很卖力，却也因此误了你的姻缘。好不容易有一个能看上的女子，朕得送你一份贺礼。那个妾而已，不值得圣上垂爱。你从前老气横秋，但是朕喜欢现在的你，这番儿女情长的劲儿，可得是要早生贵子啊！谢圣上。一会儿啊，你去老夫人的房间，把她屋子收拾一下。坐牢。还有，你快去吧。爷，有没有见到婉儿啊？啊，就今天早上，我带回来那个女的。哦，爷上朝后，老夫人就带着姨娘去书房问话呢，这时候应该还没好呢。那日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家人拼死护住弟弟逃走，却把我丢给了山妃。正当我万念俱灰的时候，梁大人带着宋锦出现了，是大人把我从山妃手中给救了出来。他还送了我一把扇子，作为信物。我侥幸活了下来，但因为我母亲身份地位，在家的日子惨淡。
人送我的那把扇子，便是我唯一的寄托。我自知身份地位，但与大人两情相悦，我不求任何名分，只求能日日陪在大人身边。好孩子，真是苦了你了。真没想到，你小小年纪，身世竟然如此坎坷。我现在明白我们家一儿为什么要瞒着我了。他怕我嫌弃你的出身，不能容你。他也未免太小看他的母亲了。在我嫁入侯府之前，我只是贵妃娘娘身边的一个侍女，跟你一样苦出身。可是现在不是一样当了侯府夫人吗？姑娘，你不能再说这种自轻自贱的话了。你虽然是个歌女，但是是义儿第一个认下的女人。她看重你，我也看重你。从此，你再不会孤苦伶仃了。谢夫人。哎，义儿，你怎么回来那么早啊？哦，母亲，今日我下朝比较早，所以提前回来看看。回来的正好。你纳妾仓促，府中也没什么准备，我正好想给婉儿挑个住处呢，也算是你们的新房，不能让她一个人置办，你一块儿去看看。对了，把朝服先换了。好。母亲，这西边厢房虽小，但也挺雅致的。大人觉得好，便好。不行，靠西有西晒，不能住。母亲，北边开阔没西晒。北边有山有池子，将来你们两个有孩子，磕磕碰碰多危险啊！没西晒，没假山，这总行了吧？不行，离你太远了。哎，义儿，要不让婉儿就住在你小时候的书房，那间房子又宽敞又亮堂，挺好的。母亲，您都说了，这是我小时候的书房，里面都是搁着我小时候的东西，收拾起来特麻烦。住在大人的院子里，我也怕影响到他。那就对了，多影响影响他。这里呢，到时候放上一个茶桌。这些帘子的颜色不喜庆，都换了，换成红色。哦，还有这个屏风，给它搬出去。还有这里应该放上床榻，被褥一定要舒适，颜色鲜艳。听见了没有啊？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该准备的东西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那都下去吧。是。松罗姑娘，你在老夫人身边伺候，你给我透句话，怎么爷突然多了这么位姨娘？她什么来历？主子的事儿，你打探这么多干什么？啊，是，我是看老夫人这么欢喜，实在好奇这位姨娘的本事。夫人的心思你还听不清楚吗？不就希望大人能早日成家吗？认识什么出身来历，能拿得住大人的就是本事。银红柳绿，还得你们年轻姑娘穿着正合适。你看，衬得你呀，皮肤白里透红的，真水灵。喜欢吗，婉儿？母亲，她
不喜欢，他喜欢素色。夫人挑的，婉儿都喜欢。婉儿明明喜欢，我还有一匹浣花锦来着，我帮你找找。你为何非服了老夫人的好意？反正都是演戏，顺着他来就得了。你愿意用那些大花料子做衣裳吗？豁出去忍忍也行。我看不惯。你看，这个呀是浣花锦，是贵妃娘娘所赐。夫人垂爱，婉儿很是感激。来，这些面料呢，都给你留着。她长得水灵，穿什么都好。年轻女孩多点行头，啊。哦，还有这架龙凤的屏风怎么样？你喜欢吗？是金线绣的，阳光一照，如同水面波光粼粼。哦，我还有比翼双飞，要不要？母亲，早上喜欢会晃眼。这话你说了不算数，婉儿你说。好，都拿上。母亲，屏风的话，他喜欢纱罩屏，桌上就摆墨烟洞石鼎，墙上就挂那幅描绘狄公蒙冤自证的沧海遗珠图。如果给婉儿做衣裳的话，就有那批御赐的软烟罗。这些都是你什么时候买回来的？母亲，婉儿的房间就这样布置了，我还有公务。婉儿，这些摆件合你心意吗？大人所选，的确是婉儿喜欢的。看来，他对你是挺上心的啊。哎呀，我到现在喜欢什么，他也不一定知道呢。大人也一定记得夫人的喜好。我不生气，他对你上心呀，我更开心。这附近的丫鬟还有下人我都打发走了，暂时应该安全，你就在这放心的住下。上次和姐姐躲在这儿，慌慌张张的，都来不及看屋子什么模样。我曾对你姐姐许诺，要为她建个藏书阁，搜尽天下公案话本。姐姐在天有知，知道你的心意，也会很欣慰的。不说这个了，没有下人服侍，难免有些不便。这段时间就委屈你。是我连累了表哥，让你为我冒这么大的风险，我怎么还会委屈呢？不要再说这种话，有我在一日，就会护你一日。更何况，邱家一定是清白的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平反的那一天。婉儿的话，就跟我的话一样有分量。谁要是不尊重她，就是不尊重我，听见了没有？姨娘安。什么姨娘？侯府现在没有正夫人，叫小夫人。小夫人安。下去吧。是。婉儿，来开饭。叶儿，多加点菜给婉儿。谢谢大人。
鸡蛋过敏，这你不知道吗？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，现在都好了。来，没问题啊，特别好吃。来，再来一口。婉儿，你也自己吃。好。你喜欢吃什么菜？告诉我，到时候我叫小厨房帮你做。我不挑食，什么都喜欢吃。哎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还有重要的公文没看，马上去。哎，你饭还没吃呢。那我也去看看大人。好，你去看看他。哎，到时候你们吃的饭，我叫人给你们送过去啊。好，夫人。没事吧？怎么脸色这么白啊？你真鸡蛋过敏啊？啊？小时候吃鸡蛋就副脚痛，吃的之前差点送了命。我去找大夫。不！哎呀，都跟母亲说没事了，你现在去找大夫，只会露馅儿。我能忍。能扛住吗？喂！哎，醒醒啊！哎，梁毅，真是牵肠挂肚，如胶似漆啊！松萝，把饭放在这儿，不要打扰他们。好，是。我是说，以后啊，饭就放在你们院子里，你们自己吃自己的，不用非得陪我那么拘束啊。是夫人。看来我快要抱孙子了。哦，宋罗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堂堂劈柴处，见教室威风八面。没想到这个世界上也有你怕得不得了的东西啊！你说什么呢？你醒了？哎呦，你没事吧？好点了吗？我好很多。我好像记得我还有公务要处理，是吗？那我先回去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麻了？我喂你吃个鸡蛋羹，你就一定要报复回来是吧？哎，你别走！打通穴位就好了。哎呦，老夫人，你一直在这儿吗？没有，我也是刚来。婉儿，这么晚了，你们俩怎么还不休息啊？大人还有公务没有处理完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叶儿，哎，你们新婚燕尔的，哎，你怎么可以让婉儿一个人独守空房？你是要让何府的人都看他笑话？他不会介意的。这是什么话？天下哪个女子不介意独守洞房花烛夜？婉儿，你介意吗？老夫人体恤，婉儿
的确还是介意的。我不介意。母亲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好，那你们俩也早早休息。是，母亲。哦，对了，我帮你请了3天假，这3天你们俩就在府上，好好休息。母亲，你怎么能干事？大人，婉儿不如公文好看吗？你怎么会没有公文好看呢？今天你也辛苦了，哎，早点休息，哎，别耽误母亲的一片心意。走了吗？走了。公主夫人，是松罗吧？你也看出来了？松罗是老夫人的人，替夫人听墙角，这倒也说得过去。只是他太明显了。白日里我和夫人问话的时候，夫人明明遣走了下人，可他却借端茶倒水，徘徊于前院，这未免也太明显了。元老早在我的府里查了暗桩，只是这么多年不曾有任何动静，没想到现在开始了。你知道他是元朗的人，那何不早点把他打发走？元朗不找松罗，也能找其他人，留着松罗，敌在明我在暗，随时都可以操控。你是不是还想着必要的时候为松罗吃点假情报？没错。你睡吧。谁干的？还会有谁啊？明天日上3竿才去开门，千万别去早了。可爷跟小夫人要起夜怎么办呀？必然是我母亲准备的。这怎么办呀？梁大人，谢谢你啊。你还懂得客气？梁大人好心收留我，那我当然得懂礼数啊。麻烦你了。在想什么呢？我只是帮你铺个被子而已。睡了。你倒是真不谦让啊！
你还想看我更衣啊？林表妹，林老妹，你怎么了？表哥，外面雷声好大，我好怕。是有点大。我是过来给你送条毯子的。一场秋雨一场寒，怕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着凉，你盖着点。我先走了。表哥别走，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。这么大的院子，我害怕。你留下来陪我好吗？就这一次，等我睡着了你再走，好不好？我了，你干什么？那你干嘛呢？我睡不着，想喝点酒，想起白天夫人在这儿放了壶酒。你慢着，我母亲搁在这的酒你也敢喝？你不怕她为了想抱孙子往里面加料？你等着。小时候我总偷我父亲的酒喝，在这藏了很多，应该还是有肾的。你拿枕头干嘛？拿杯子去啊！你哎，放了这些年啊，也算是陈年老教了，应该有点练。来，晚上。怎么样？好啦。哎，你怎么还带着这个手箍呀？哦，平时公务繁忙也没顾得上这些，就是天天带着，也习惯。那大人应该抽空把另一只手箍也带上，这样遇到那些懂兵器的案犯，一看这手箍，便知道劈柴处的武备手段，大人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了。表哥，外面雷声已经小了许多，表妹为何还不睡？是不是我睡着了，你就走了？
你若睡不着，我给你读话本吧。我现在看的这本名叫《鲁公案》，讲的是鲁公断案的故事。这第一个案件也是发生在一个雷雨之夜。我不喜欢听公案故事。表哥，你能看着我吗？我最喜欢下雨天，尤其是这样的瓢泼暴雨。每次下完雨之后，就连劈柴处都不再有血腥之气了，就好像这世界上每个角落都被冲刷得干干净净。我说你少喝点，这酒上头，别又喝醉了。你是怕我像之前在教坊司那样喝多了乱说话吧？放心吧，我心里有事是喝不醉的。明日雨停之后，我派宋锦去广济院，把你和你妹妹的下落告诉你杨和邱家其他人。邱家的规矩很多，就算是遇上下雨的天气，也要去给老太太请安。我记得有一天也像今天一样，雨大风急，大家都被淋成了落汤鸡，都聚在老太太的房间里，心里有气儿没处撒。三叔三婶就当着老太太的面吵了起来，四叔也掺和进去。我当时听到他们吵吵闹闹的，心里真是烦透了，恨不得他们一夜之间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才痛快。可如今他们都不在我身边，我反倒觉得这个世界上空落落的。从小秋敏最害怕打雷，在府里遇上雷雨天都会跑到母亲的房间才能睡着。刚到教坊司时也下了这样的一场雨，他跑来找我，吓得直发抖。我嫌他柔柔弱弱的，一心想着在教坊司这副模样可不行，就狠下心没有管他。你放心吧，邱家的事情我会管到底，我会让你的家人早点回到你的身边，吵嘴给你听。若是经此劫难，若他们还能重逢的话，也算是患难夫妻了，总该有点长进，不会再吵架了吧？哼，那也不一定，我们患难更多，也不一定没少吵嘴。我们又不是真夫妻。我知道你忘不了姐姐，我忘不了姐姐没关系，可你就不能看看我吗？我们不能一错再错。你我之间就只能用错来形容吗？错
错的不是你，是我。母亲死了，父亲流放，如今姐姐也不在了，明儿在这个世上再无人可依靠，我就只有表哥你了。可是你不陪我，不理我，甚至不看我，我知道，因为你觉得自己没脸面对姐姐在天之灵。我知道你在怪我，但表哥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也喜欢你，我比姐姐更喜欢你。我第一次见你我就喜欢你。在教坊司的时候，我甚至自私的觉得抄家还是有好处的，因为我不用再嫁给梁大人了。表哥，你不觉得这是我们命运中的缘分吗？林淼梅，你的心意我都听明白了，可我的心里已经装不下别人了。你姐姐走了，这就装她的影子，还有我不想再听。你走。早点休息，别着凉了。我怎么睡床上了？君子有成人之美。哼，你今天不……少爷、小夫人，你们的洗脸水已经准备好了。进来吧。婉儿，昨晚辛苦你了。哎呦，怎么腰疼呢？哦，那就让太医再给你开几贴膏药去。什么叫在啊？你不说你腰疼吗？
昨夜同房，并无异样。劝人方3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继续盯着。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好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冲冠一怒为红颜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今儿啊，我就给大家说一段新书，为免遭祸，故将真实隐去，而借冷霜和艳红的故事说辞《藏娇记》。冷霜乃朝廷的鹰犬，艳红是罪臣之流，无奈是造化弄人呐。两人羁绊缠绵，渐生情愫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渐生情愫啊？好上了。冷霜为救艳红啊，不惜将艳红从天牢中劫出。江源，你推波助澜的手段长进了。嗨，这老百姓听书最好奇这些借古喻今的故事原型究竟是谁。这梁大人的故事这么精彩，必然风雨精彩。我说你好了吗？我还没好呢，你别偷看啊！这几日元老一定是暗中调查苏一婉的身世背景，以此凭证来指证你不是苏一婉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苏一婉善音律唱曲？我已经好了，转过来吧。这唱曲呢，我是可以学的，可是这乐器我可是一窍不通。所以我帮你找了个名师，速成经济。名师？让你来帮我梳头而已，为何又要拜我？这一拜，是谢十姑娘在教坊司对邱家女眷暗地里的照顾。你不必谢我，因为我是劈柴出的眼。苏姑娘，你我又见面了。以后你要是在教坊司呆闷了，我就让老夫人请你来府上唱曲儿，散淡半人，别总替某人卖命。苏一婉生前极善长相思，以前就有这手法。可有基础？哎，他哪里像是偷乐的样子？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，啊！都说4年琵琶2年琴，而筝只需几月便可速成。长相思旋律并不复杂，重在以情动人。苏姑娘聪慧，只要肯下功夫，我有信心让她3日速成。还是施姑娘慧眼识人。右手拨弹琴弦，左手按弦取音，我弹一次，姑娘弹一次。我们一个音一个音的学。唱得不错，但琴音不对。
梁毅，你怎么还不去劈柴处？我说你忘记了吗？我母亲给我请了3天假，如今我是连大门都出不去。这首曲子唱的是恨，但其实天底下最深切、最痴绵的恨，都是因爱而生。弹奏此曲，心中要想所爱的人，想着他的好，想着他的坏，才能爱恨痴缠，动人心弦。你再试试。不对，你未入境感悟，心没有跟着手，所以琴音暗哑，既不柔和，也不清亮。这就对了，这才是爱恨纠缠的琴音。这师姑娘啊，琴弹得真好，人也可爱可亲。你交代她的任务，她就没有办不成的。她的确是劈柴处的一把好刀子。你从哪儿找的这么好的姑娘啊？她原本啊也是官宦家的小姐，后来家中获罪，她父亲啊被杀了头，她和她妹妹啊也被打入了教坊司。我第一次见到她，她带着笑，弹着最欢快的曲子，眼泪啊却止不住的在流。榆木脑袋，榆木脑袋。我就是榆木脑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他妹妹病逝了，教坊司连口棺材都没有置办，还逼着他接客。我帮他安葬了他妹妹，他说要报答我，自愿成了劈柴处的爷。原来同是天涯沦落人。今天他在教我弹琴时，要我心中想着所思所爱。我发现他的眼睛看的是你，他喜欢你。人家是教坊司的红人，对谁都会寒眼求薄。才不是呢！我做过他的侍女，我见过他看别人什么样子，跟看你完全不一样。你相信我，这是女人的直觉。你的直觉肯定是错的。的确，看来这把刀以后还是得少用。为什么？劈柴处最忌讳感情用事。无情。那你呢？白日弹琴那么用情，你心里在想什么呢？我没想什么呀，我劈柴处干的就是这个，你休想蒙骗过我的眼睛。我想的是我母亲。不过是念及我是秋敏的家姐，不愿我出台卖笑，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人了？谁说我帮你就是为了秋敏？你刚才吃醋生气的样子真还挺像的，连我都有一瞬间被吓到了。我再生气，我全部是假的。
你干嘛？哦，我找东西呢。谁？是我叶儿，我给你送鹿茸鸽子汤了。啊，母亲，我还没穿衣服，我刚起来。有什么可害羞的？不要急，慢慢来啊，我给你们端进来。你放在大厅便可。那怎么行啊？得趁热吃，汤凉了就没效果了。我帮你端进来啊。一打一三。哎，母亲大人。叶儿，来，快趁热喝了啊。夫人好。婉儿也在运动呢，每天都在运动，然后习惯了。我刚才也是在压腿。是。运动好，运动好。叶儿，快趁热喝了，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啊！谢母亲。哎，整的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这怎么乱糟糟的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昨日里我跟大人闹别扭了，我便没让大人上榻休息。啊，是，昨晚我求婉儿半天，她都不肯原谅我，我只能就是打个地铺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俩说出来，我给你们评评理。昨日我请了教坊司的小小姑娘来跟我解闷儿切磋情谊，大人也在，谁知大人一心只知道夸师姑娘的琴艺这儿好那儿好的，还让师姑娘教我弹琴。是，人家师姑娘琴技京城闻名，我让你看到自己的缺点，跟她学习学习，怎么错了？叶儿，赶快给婉儿承认错误。母亲，我老实跟你说，让她跟师姑娘学习已经便宜她了。住口！怎么可以在自己的女人面前夸别的女人好呢？叶儿，我跟你说，你赶快跟婉儿承认错误啊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两个人呐，床头吵，床尾就和了啊！快去。那个姑娘，夫人，是我不对，什么那个师姑娘，连你半根脚趾头都不如。既然大人都这么说了，我也……哦，婉儿，你这么原谅他了？哎呀，不可以的！我跟你说，这种事发生了，一定要在根源处遏制。第一次吵架你拿不住他，后面你就很难拿住他了。我跟你说，夫妻俩人不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不能床头吵，床尾就和了。大人说的这些话，我这心里的火是一点儿都没消。这些都是爷给小夫人买的，这么多好东西，肯定很贵吧？贵也好，贱也罢，反正不会给你的，好好端你的。羡慕羡慕还不行吗？爷对小夫人可真好，我要是也能找到这样的夫君就好了。据我所知，这个留香斋最好的是凤随香，这个是龟骨香，不是最好的。不过是演戏的道具，差不多就得了。那不行，做戏得做全套啊！大人，你这求人原谅没有诚意啊！看在我是初犯，姑娘就原谅我吧。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劈柴处会念及初犯从轻处理呢？
这个劈柴处不一向都是严正处理、以儆效尤的吗？家事怎么能跟公事混为一谈呢？姑娘冰雪聪明，秀外慧中，通情达理，善解人意，自然能理解我。大人以前可不像现在这么会夸人。大人以前夸我的词儿呀，都是诡计多端、心机深沉、狐媚手段、不知廉耻。秋月，你怎么还放旧账？这假亦真实，真亦假。看着一直欺负自己的人，在自己面前做小伏底，把好话说尽，这真是天底下的一大快事呢。我不是没完没了的人，我这心里还有一杆秤。什么时候大人说我的好话跟之前骂我的一样多，我就原谅你。秋月，你给我等着瞧。夫人好，婉儿给夫人请安。别给我来这一套。叶儿，哎，我可是亲眼看到你怎么欺负婉儿的。当着众人的面儿你都这样，那私底下不知道怎么作威作福呢？这母亲分明是她先。婉儿，千万不要被这些小恩小惠而弄得心软了。男人呐，都是贱骨头，一定要趁热打铁，把他拿下。我都听到了。啊，母亲，我向来不偏不倚。行了。你们夫妻俩的事儿由自己解决吧，我是顺道而路过的。对了，叶儿，哎，不许再欺负婉儿了。是，母亲。有你吗？你看，这不是我不原谅你，是夫人不让我轻饶你。吃鸡丁，哎，天气这么热，夹这么多菜，我根本就吃不下。太腻了。过于寒凉。夫人，适可而止啊。求我呀，求我就原谅你。不愿意。那你今天晚上就休想进我房里。爷，你今晚真在这睡？不打算再去敲敲门？不去，终于可以睡自己房间了，不用再打地铺了。我巴不得。还是老样子啊。爷，你这脚有点像吧？转过来，回去睡。那我回了。早点休息。早点休息。
儿。爷，这个土方子啊，对这个黑眼圈效果最好。话说，爷为什么睡床还没有睡地板睡得踏实啊？爷，你现在瞪人一点威慑力都没有，挂着俩黑眼圈呢，还爹吗？快。娘子欢喜，既然日得后福，往后自是一家。这出《秋江》讲的是道姑妙长与道观馆主的侄儿潘生相恋，两人的相恋有违纲常，所以潘生的家人就逼他进京赶考。眼下这出戏啊，讲的是两人在被迫分离之际，互相在江边交换礼物，互许诺言。二位大人，哎呀，那出《藏娇记》你们都听了吧？听了。听说这里边唱的就是梁大人府上的事儿。什么？梁大人？不会吧？我说何大人呐，大家同殿为证，切不可胡说八道啊！哎呦，我也只是听说。还有人说那个妾就是教坊司逃走，溺死秋烟。你这都听谁说的呀？好，梁大人，梁大人什么时候请客啊？大人，好让我们一睹你美妾娇颜。梁大人的宠妾来头可不小，岂能是轻易见客的？我不请客，是因渐渐出人低微，上不了台面，不想在众位大人面前丢人现眼。梁大人，你也太能金屋藏娇了，5个妾室捂得那么严实，难道当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秘？我只是懒得操持家业，嫌麻烦而已。也罢，过几日我请众位大人到我家吃一顿家宴，也好把贱妾介绍给大家。那就多谢梁大人了，多谢梁大人了。上朝。梁大人，袁厨师，请。二位大人，请。谁说这张速成的？石姑娘，可不是人人都有你那样的天赋。姑娘，还没消气啊？我说了，求我就让你进。
我这辈子啊，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么多好话，低过那么多头。我就最后问你一句，让不让我进去？求我，就一句。我求你。元朗这招也太狠了！你们劈柴处就不能封了这帮说书人的口吗？想要宣扬一件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禁止它。我是可以封了那些说书人的口，可是那就等于昭告天下，我被人说到痛处。那怎么办？读不读书，我自有主意。你有什么主意？你求我。就这你还想着要扳回一局呢？反正你不求我，我就不说，你自己看着办。那好呀，那你就憋着，你这辈子不说才好呢。喂，这是你自己的事，这也是你的事儿，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就不能服软一次吗？就不。好，是我不对，我的错，我服软，行了吗？我说，与其让风言风语愈演愈烈，不如主动出击，以假乱真。